这几个监控居然能让我足足维修2天。他们线是这么走的，这样走的，还有这样走的。我实在没想到3个师傅这么狗，留下这么多坑在跑路。这个插排居然是这样反向供电，要不是小胡我多看一眼，没准真的被他给送走了。这期维修的麻烦程度，搞得我回去看这堆素材都不知道从何讲起了。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3个师傅究竟埋了多少坑吧。当时我随着包出工来到了12楼的监控室，我想着修监控嘛，觉得这几个监控花不了我几个小时。我过来之前就几百块钱答应了下来，没想到答应下来后，这下真的把我折腾够呛了。开始我来到录像机跟前，打算看看通道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这个画面直接就卡住了。鼠标和画面可以动，但是这个界面就被定格住了。录像机也发出沙哑的声音，告诉了我，老兄，我快不行了，赶紧让我下岗吧。但是他这么一直卡的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当时只能拔电重启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拔电重启后，我操，全部画面居然都没了。玩呢？我可啥都没干了，我就拔了个电而已。我一度怀疑他们之前会不会找了一圈师傅，见到这种情况都没个愿意过来维修，就找到了我这个倒霉蛋吧。当时我在想着要不要跑路的时候，他居然又自己恢复了。既然答应了人家，那只好修咯。我先从这网线开始下手，这条网线是传输监控信号进来的。我顺着网线一路下来，发现它是接在这个交换机上的。我通过看交换机上面的灯，只有4号口和5号口的灯是正常工作的。4号口的网线是接在录像机上的，其他的网线是干嘛的，我目前还不清楚。至于5号口的网线，很明显它是负责8个监控的信号的，因为整个交换机上只有它和录像机的线是正常的。我拔了它，再上楼看了一下，8个画面果然全部没了。那这条线就是传出8个监控的主线了，但是它是通向哪的呢？我只能用寻迹来找了。当时我看线是通向楼下的，于是我打算去11楼的热电枪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的是，这线居然是接到11楼的交换机上。当时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要这么推算下去的话，该不会是11楼的交换机又接到10楼交换机上吧？我马上拿寻迹仪来试一下。结果真的是11楼又接到了10楼，10楼再接到了9楼，这样一层一层接下去，好家伙，难怪3任师傅会跑路。这种情况，只要任何一层交换机出了毛病，监控都得挂呀。最后我一路找到了2楼，才找到了这个真正的监控交换机。原来所有的摄像头的线路都是汇聚到这里的，再由这里统一传到12楼的主机上的。这个交换机我看了下灯，确实只有8个监控正常。这下搞清楚他们的线路走向，那维修就容易多了。所有的摄像头都是通向这里的，我只要保证他们的线路通了，就可以修好了。但是你真的以为上一个师傅留的坑就这么点吗？维修第一个监控就让我吃了闷亏。我上去用设备对线的时候，发现只有1、2、3、6的灯亮。按理说它另一端接到 PoE 交换机上，1号、2号的灯应该是这样亮才对啊。经验告诉我，它肯定没有接到2楼的 PoE 交换机上。但是我还是去了2楼苦寻一番，找了半天，确实没有通到这里。我只能回到1楼，好在我能顺着网线一路跟到这里，发现这里有一个交换机，我用设备对了下，那条网线果然是插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这就迷之操作了。这交换机不具备 PoE 功能，你插上去，摄像头它也不会通电啊，我搞不懂它这样接的意义何在，这不是糊弄人吗？线没有通上2楼的 PoE 交换机，这种情况，小胡我只能被迫帮他们重新拉一条线，解决这个摄像头问题了。大伙也别纠结我这个布线工艺了，他们全部的线都这么乱了，我想整齐也难了，咱算是入乡随俗了。就这样拉一条线到2楼，就修好了这个监控。接下来到第2个摄像头了，我用寻迹仪对了下线，显示网线的3号芯断了，那这种最好维修了。这里我补充下一个知识点，网线分8芯，其实现在的 PoE 设备只要1、2、3、6芯就可以通电使用了。我这里3号芯断了，那么我用其他正常网线的位置和它换一下就行了。但是我没想到3个师傅这么狗，我到现在才发现他打的水龙头居然毫无规律可循，这明显是坑下一个倒霉蛋做准备的。更狗血的是，因为网线质量做的太差，我即使调换了位置，摄像头也无法正常通电。这趟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，能怎么办？我又被迫重新帮他们拉了一条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到了第3个摄像头就更厉害了，居然是模拟摄像头。
我太难了。趴着安装这个摄像头的时候，小胡我还在读小学呢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维修意义了，这种只能换新的摄像头了。得了，过来维修监控，变成帮他们安装监控了，你说我亏不亏？至于后面剩余的摄像头，别提了。我用设备测试，都是网线不同程度的断芯导致的。因为当初那个师傅的网线是这样从楼上垂下来的，这样日晒雨淋能不坏吗？这可是我的底线了。虽说维修变安装有点亏，但是答应了人家，我们就要把事给他做好。我可不能像那个师傅那样把线抛下去，我所有的网线一律走了室内。为了避免监控和录像机跳了那么多层交换机，我也从12楼拉了一条网线直接到2楼的 PoE 交换机上。这样的话，监控不知道比先前串联的线路稳定了多少倍。可以啦。好了，大伙说我这期亏了多少？这些7类水龙头是我从客户家里面带出来的。你们能想象到这是3位资深的电信师傅打的水龙头吗？据说连他们经理都亲自过来了，他们几个耗了一整天，最终打成这种结果。因为当时打到晚上10点实在是太晚了，他们就回去了，打算明天再过来大战300回合。但是业主可不是这么想的，7块钱一个水龙头，家里有矿也经不起你们这么消耗啊！关键是网线越打越短了，他们明天再过来，怕是这些网线都被他们给剪完了，于是只能喊我过去解决了。当时我看到他们打的这些水龙头，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居然做到把网线皮都给剥了。他们做了我不敢做的事，好在他们另一头还没打，不然这样接在交换机上估计会嘣的一声。不过我们也不要嘲笑人家，不瞒你说，小胡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，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也是吃的亏，还是大亏。当时我去一个客户家接触到了这种网线，我当时一看这线这么粗，我也傻眼了，果断用超6类水龙头来试一下，结果发现这线的直径怎么比水龙头还大，没办法，当时只能硬怼了。我怼了半天才发现愣是怼不进去，我当时尝试了无数遍，最终你猜怎么着？我把网线给怼歪了，实在没辙了，我找了个借口灰溜溜的跑回了公司。我回去这事也没敢和老板说，当时想的都做了1年了，连个水龙头都解决不了，这要让他知道还得了。巧了是师傅出去忙了，不在公司，我又偷偷的在公司的仓库试了一下，发现这线的直径确实粗太多了，8芯根本无法同时放进去，要硬放的话网线直接就错位了。好不容易勉强放进去了，却发现怎么也塞不进，网线都塞变形了不说，而且都错位了。后面我干脆用1芯来试一下，结果发现这线原来1芯都塞不进去，怪不得每次一怼就歪了。也就是说6类的水龙头还打不了这种网线，这下你们就明白为什么那电信师傅会将剥皮再打吧，因为他的线径实在是太粗了，我只能拿着网线向同行打听打听这种线是怎么打的。后面一个同行和我说这网线7类水龙头才能打，那时候我才知道居然有7类水龙头这玩意。当时我第一次看到7类水龙头的时候，它确实与众不同，我就愉快的拿了些7类水龙头，他还给我配了这个东西，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，同行和我说要用这个把网线给箍起来才能塞得进去，我当时恍然大悟，说嘎，原来还能这样。但是戏剧性的来了，这种线卡正确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，是把网线这样斜的剪开，然后再这样上线卡。当时我不懂，我把线给剪平了之后，打算套上线卡的时候，就发现怎么上这个线卡和打水龙头一样的难度，网线的直径看起来比线卡大多了。当时我用线卡箍的网线一度怀疑人生，怎么都箍进去，好在网线是可以分开的，于是我用了最笨的方法，就是一条一条的给它套上去。但是这个也不轻松，每次套的时候网线总是容易错位，当时别提有多难了。经过一番的斗争，网线总算是箍好了，但是更戏剧性的事来了，正确的网线箍法是右边这样的，线卡在前端，我当时理解箍的网线是这样箍的，线卡在底端，两种箍法可是天差地别。左边是错误的箍法，网线的直径明显大了很多，右边是正确的箍法，网线的直径明显小了很多。由于错误的箍法，导致我在打这水龙头的时候又一度让我怀疑了人生。我尝试了好多次，不是塞错位，就是每次把网线给怼歪了，不然就是8芯不到位。当时我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这7类线咋这么难哦。后面越剪越短，一路重复，别提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了。不过小胡我当时比较年轻气盛，靠着无数次尝试，花了5个小时，硬生生的把8条网线给打好了。但是代价就是这样的，完全没有压到皮。我为了美观点耍了点小聪明，我用它自带的屏蔽锡纸把这些地方给盖住，就把这事给蒙混过关了。还真别说，
这么盖住还真像这么回事。这事已经过去3年了，现在依旧可以跑满千兆。当时有那次打水龙头成功的经验，心高气傲的小胡我那时候还专门弄了这么一个视频，就是教人家怎么打这种水龙头。其实这种是完全是错误的打法，我现在看的尴尬症都犯了。好在当时没有流量，不然那个视频带来的口水，小胡我都能洗个澡了。这个视频还在，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看。由于时长的缘故，我这里就不重新怎么示范打水龙头了。想学习的话，我往期有个视频，里面有5类、6类和7类的水龙头打法。好了，下一期是户外的监控维修案例。